这是我 TMB 环线的最后2天。这一集我要从瑞士回到我的起点法国，入住一间超级特别的山屋，就在海拔4000多英尺的白湖旁边。等人潮退去之后，这一片仙境只给在这里过夜的人独享。就在我爱上山上的生活的时候，行程要结束了，要回到现实的生活，非常舍不得。回到夏慕尼之后，我就到 TMB 出发的牌坊打个卡，接着就是报复性的大吃，最后还会分享我 TMB 出发前后的心路历程。你好，我是 Alison， 我在这里分享我的旅游心得，尤其是游人的实战经验，欢迎订阅。那我们现在马上开始。现在7点35，我要离开山屋。今天是我 TMB 的第7天，行程的重点就是要从瑞士回到我出发的法国。全程都用走的话，大概是11.6英里，总爬升是4275英尺，才可以到达我今天要入住的白湖山屋。光看数据好像还好，但是要背着登山包再爬升4000多英尺，其实这段路是非常硬的，而且我选择避免一些比较危险的路段，还有靠近白湖那段要爬铁梯的地方，这代表说我要绕路，时间就会更长，大概要花上12个小时才会完成吧。官方的建议是把这段拆成2天的，但因为我订不到住宿，所以只好硬着头皮1天完成。所以光是今天的 GPX 我就准备了5个不同的版本，做好万全的准备。结果皇天不负有心人，最后的发展出乎我意料之外啊！这个巴士呢，8:01分有一班直达的，所以我想要搭上那一班。我猜想会有很多人跟我有一样的想法，所以我想说早点去那边等巴士，以免搭不上。万万没想到，昨天在走去山屋的路上，就看到这里有一个巴士站，可以让我直接到达瑞士跟法国的边界。上坡之后呢，这里就是那个巴士站。好，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等巴士，但是我有些疑惑，因为这里有3个不同的时间表。那这里写了8:01分会有一班车，会让我快速的直达这个火车站。而且日期也是在范围之内，就是这个也是在范围之内。下一班车是9:05分，我很疑惑，我现在不晓得该怎么办。但是根据瑞士的巴士 App 上面是写第一班车是8:35分，好困惑哦。好，刚刚我看到一台巴士，我问那个司机，他说等一下他开到主站会回来，所以是8:01分有一班没有错，那我就乖乖在这边等。耶，8:01分。这一个巴士可能是夏天旺季的特别巴士。这就是我下车的巴士站，但是他们现金只收纸钞，不收那个零钱，所以他也不会找我零钱。而且在巴士呢，你可以付巴士的票，还有火车票，总共是12多法郎。所以他现在人很好，因为只有我一个客人，他现在带我去那个机器那边买票，然后告诉我怎么去火车站。这位漂亮的女司机人超好的，后来发现火车站卖的车票竟然比巴士上卖的便宜一些些，然后她就有点不好意思说，怎么会这样？我就说对我来讲是比较好的呀。好了，这个司机人太好了吧，他还带我来这边买票，然后告诉我怎么搭火车。这是我的收据，总共11块多，然后他叫我可以在这边等比较漂亮，但是我觉得他们的火车站也蛮漂亮的。你看一下，这是他们的火车站。然后他还告诉我说，我的车呢是8:54分来，然后方向会写着 Valenciennes， 然后差不多50分的时候，我就要按这个钮，绿色的钮，因为我的方向去香文尼，然后这样子火车就会停。我觉得好神奇哦，还有那个停靠站的那个按钮。这一段从瑞士一直开到法国法兰西的火车，
一到了发生事之后呢，站务员就已经在那边告诉大家，如果想要前往夏慕尼的话，就直接留在火车上，休息几分钟之后呢，他就会继续往前开，所以还蛮好的。好，现在我在这里下了火车，缆车就在那里。好，看到路牌了，我是要走那边。我不太会看路牌，其实，所以我自己还敢来爬山，我觉得我已经很厉害了。后面这里就是缆车站，搭这个缆车呢有好几种方法。那个小姐她建议我买的是从这里坐到这里，然后转椅子到 Intense， 然后我就可以徒步到 Le Blanc， 然后我在那边睡一个晚上之后，就可以走这条线下来到缆车。然后我就可以从这里搭缆车下来，这样子的票是33欧，我觉得还不错。我们自己包场哎，只有我一个人，我突然觉得好值得哦。到了缆车上面的那个站之后呢，这里有一个休息室。好 ，Intense 就在这里，我现在就去搭这个椅子上山。这个又是只有我自己一个，好紧张哦，好害怕。我巨高，我好。要有多高哦？只要它不摇晃，我都可以。可以，我好害怕。好，现在我要往白湖出发。他说要1个小时又15分钟，我看看要花我多久的时间，往那边走。现在就沿着这条路走，这些石头路很不好走，很伤脚力。然后现在往那边走。你看到他们要走的路就是我待会要走的。我已经从那个地方爬上来这里了。有些比较斜的地方，它会有这样子的抓杆，帮你抓着，还蛮贴心的。接下来要走过这一段石头砌出来的路。有小朋友来爬山，从小就被训练了。现在走过这段很窄的石头路，要小心。哇，这一段看起来很惊险，慢慢走，慢慢走。就在我以为还要走更远的时候，我来到了，总共花了1个小时43分钟。在这里，这就是我入住的山屋，白湖就在那里。好，来到这里了。刚刚有个内地的小哥问我有没有支付宝或微信，他想跟我换现金，因为他没带现金，而这里呢就只收现金，但是这2种方式我都不用，所以没办法帮他。这就是白湖山屋，这里有一区是专门外带的，然后这里面对，这就是我们白湖。在山屋的后面走过这个木梯子之后呢，可以到达另外2个湖，但是我没有要去，这边远看就好了。他刚刚跟我说这里云很多的那里就是白朗峰。一进来这里有个厨房，然后工作人员在这里帮你 check in， 然后里面有餐厅。他说4点才可以 check in， 其实3点多已经很多人 check in 了，我还在那边傻傻的一直等。总之呢，就要先到地下室这1楼，放下你的包包、鞋子、登山杖，然后这里有一个盒子跟拖鞋，让你把重要的东西带上去，那其他的都要留在这里。这就是我今天入住的山屋，这是最后一个下铺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很可爱的窗户，看出去是这样的景色哎，但这不是我的床。这里一天最多接纳40个人，
很可爱的山屋，但是这里不可以洗澡，因为他们的水源都是从那个湖边来的。如果他一直从湖边抽水的话，迟早会被他们抽干，所以这边水源是很珍惜的。然后这里的水因为不能喝，所以要买的话是一瓶1.5升的水要5欧元。但是他刚刚说我这个瓶子有 filter， 所以我可以接比较下源干净一点的水，这样再加上我的 filter， 我就可以喝了，不用买水。厕所就只有这里，这里有一个大的洗手盆跟3个洗手间，没有了，就这样子。地缘环境的关系就是这样。眼前的白湖绝对是 TNB 环线中最具指标性的地点之一。就算不是为了 TNB 而来，很多人也会特地从夏慕尼出发，为了就是来这里做一个1日的徒步。这个湖位在海拔7717英尺，湖水是来自于高山的冰雪。它被称为白湖 Lake Blanc， 是因为当天气晴朗的时候，整个白朗峰会完美的倒映在湖面上。这3个女生前几天在义法交接那里，我们帮彼此拍照。然后昨天我们竟然变成室友，然后今天又来到这里遇到对方，太巧了。当1日来回的游客都离开之后，这里就只剩下在山屋过夜的我们，还有几个工作人员，加起来不到50个人。当这里少了人潮，恢复了宁静，眼前的美景突然就变得像是圣地一样。真的很幸运有机会在这里享受这么独特又专属的时刻。山屋的所有物资都是靠直升机定期补货的，能在这么特别的环境中住进了这么温暖的山屋，真的很感恩。而且这里刚好是我 TNB 徒步的最后一个庇护所，但感觉不像是一个终点，而更像是一个祝福。在 TNB 之前，我在夏慕尼的市中心仰望上方，看着这个金黄色的雪山。现在我爬上来了，这么近的看着它，好美。早安，我现在在山屋前面，现在是6点半。等会吃了早餐之后呢，我就会开始徒步下山。在去酒店拿我的行李之前呢，我会先去一个地方，就是 TNB 开始的地方，我们去那边打一个卡。当初我没有在那边打卡，是因为第一我急着上山，第二是因为我告诉自己我不确定我能不能完成，所以等我完成了，我再去那边打卡，对我来讲比较有意义。那现在呢，这个白湖就在我后面。随着不同的时段呢，这个湖面的颜色不一样，因为现在那个太阳照射的关系，它现在是金黄色。像我昨天来到的时候呢，它是有点蓝色的感觉。8点20分，吃了一个很简单的早餐之后，我现在去 The Flagler 那边搭缆车，他说1个小时10分钟。那我现在出发。土拨鼠哎。接着沿路应该都是这种碎石头路了。接着来到这里，这条路有点陡，沿着这条路这样下去。
好，我看到了，下面那里就是我要搭缆车的地方，看起来没有很远。哇，遇到一座桥，还有一个湖，很可爱。快要结束了，有点舍不得。花了我2个小时，扣除半个小时拍照，还有看土拨鼠打架，花了我1个半小时走来这里。现在我要去搭缆车下山了，我的行程快结束了，有点舍不得。又是我一个人包厢，现在要回去夏梦里，太酷了！呜呼！哇！我要回到平地了，结束了登山的8天日子。现在我要走路去火车站，火车站就在这里后面。好，到了绿树，这就是打卡的地方。当初出发前我没有打卡，现在来补一下，因为我完成了，而且没有人跟我抢。我完成了我觉得自己不可能完成的8天 TMB， 我觉得我很自豪，真的很厉害。我一个人不可能完成的，在路上遇到很多人的帮助，所以真的是很棒。在这里把登山杖收起来，感觉很有仪式感。再次回到这个熟悉的夏慕尼市中心的街道，感觉不一样的，因为我现在多了个 TMB 的头衔。现在要走回我当初入住了3个晚上的 Plan B Hotel， 他们让我借放行李整整7天都不收钱，而且他们还有登山杖可以借给你，超好的。然后明天我在这里搭巴士去日内瓦机场。刚刚去我今天入住的 hotel， 就是这一间红色这一栋，放下行李，梳洗了一下之后，现在我要去吃饭了。这就是我入住 hotel 的后面，长这样。其实在这里玩这个降落伞是100多欧，价钱是很吸引我的，但是我害怕，但是我解完了，勇气很大。我在山上的时候就告诉自己，一下山我就要吃辣，所以我来了呀！哇哦，他给我好大一球哦 ！Bon price s'il vous plaît, oui。2球5块半欧元。每次经过这里都看到很多人排队买汉堡吃，所以现在我也来点我的汉堡，cheese汉堡。Thank you. Yes, please. 买了一瓶瓶装水跟洋芋片，买了这个。哇，他们甜点真的都好漂亮哦！我把我买的甜点带回酒店这里吃。我没有看清楚，原来它是鸡肉，不是牛肉汉堡。但是它的寿司很好吃，而且面包很脆，很大一个，很值得买。让我想起台湾的美而美，这只是巨大美而美。哇，这甜点超好吃的，甜而不腻。哇，这是什么运动？现在我来看一下我这个小小的单人房，一进来就是有一张床、书桌跟电视，然后这里有个衣柜，用不着哦。它有一个保险箱，还不错。然后这里有一个非常小巧的洗手间，哇啦！厕所是有马桶盖的，然后还有我个人专用的淋浴室、洗手台。这几天住山屋住的有一点害怕了，因为上厕所是最麻烦的事情，没有办法好好上厕所。然后我这里看出去是这样的景色，就在河边。
在是早上6点半，我已经收拾好东西，带着我这个小行李要去搭机场巴士。这个房间睡得还蛮舒服的，谢谢啦。出发前，我被那些 TMB 的美好照片给吸引住了，蓝天、雪山，还有人躺在山坡上的画面，让我好向往。我也知道这是一个有难度的计划，但是沿途所看到的风景和自我突破的吸引力，让我还是决定想试试看。于是我就用 AI 帮我计划每天的行程，订好山屋之后再检查一下，原来 AI 排的行程这么不可靠。而我也完全低估了 TMB 的难度，于是紧张、恐惧、焦虑一波一波的涌上来，甚至开始幻想自己迷路需要救援的画面。那时候真的很想放弃，但后来我转念了，与其放弃，不如能走一天就算一天吧。就这样，我踏上了第1天的行程，没想到就第2天、第3天，一转眼，我竟然完成了7天半的 TMB 行程。每天在路上遇到的人和我的目标是一样的，就是要走到下一间山屋，所以大家都很单纯，也很友善。要回到山下面的那一天，真的好舍不得，觉得外面的世界好吵好复杂。这时候我才明白，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登山和徒步。完成 TMB 之后，我觉得自己变得更坚强、更勇敢了。谢谢 TMB， 也谢谢那个没有放弃的自己。